想必点进来的您，一定对如何快速找到发己另一半有着许多好奇。接下来的影片会和您分享哪款交友软体是以自身经验和友人的成功案例来看，最适合推荐给追求一段认真稳定关系的您。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先声明以下所述皆仅代表个人及友人的经验，并未有任何商业合作，纯粹真心地和您分享这款神奇的月老 App。这边也并不鼓励您带着任何目的，像是为了申请法国籍而和法国人交朋友。再来的影片会分为2部分，第一，介绍交友软体；第二，经验分享。Salut， c'est Cynthia大鸟。若您第一次点进来，这个频道主要是由居家隔离超过6个月，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和法国的2、3世。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让我们开始吧。对身为现代人的您，网络交友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除了有一整片森林可供选择外，还能快速筛选符合您审美观的对象。今天要和您分享这款我认识成功案例不少，促成台法异国恋情侣的交友软体，就是 OkCupid。使用这款我朋友的朋友，现在也是我朋友推荐的 App， 和多数 App 一样，都得先注册并填写个人资料，但这款 App 是完全免费的，也没有所谓男生需要付费，女生不用付费的限制。再来是我个人觉得有趣的是，这款 App 会提供给所有用户问题列表，供使用者填写，然后将结果和他人做配对。其中问题包含是否接受对方抽烟等，但非硬性规定。这时您可以在搜寻其他用户时看到和您配对程度百分比的数据，但这完全仅供参考，这部分下段会说明。先拿我自身例子来和大家分享。我是交换一开始大概11月初左右，利用法国清明节为期1周的假期，到法国另外一个城市叫南特 Nantes， 找当时在那边念书的台湾人朋友 H， 并在那边结交了他也是台湾人朋友的 L。 刚好那时我们聊天时，我有提到说想要找人练习法文，没错，动机就是这么不纯。然后朋友 L 就推荐给我他朋友推荐给他的这款 App， 而等我假期结束回到巴黎时，就马上下载来找人聊天练习我的法文。因为当时发现了这款 App 的回答问题功能，所以我除了聊天之外也使用了这项功能。这就要提到上段所提及的仅限参考的问题配对率。当初我有联系和我配对率高于90%的用户，但话不投机3句多，反而是隔年1月和我在一起的于先生，当时我们配对率还不到90%呢。至于推荐我使用这款 App 的朋友 L， 在不久后也顺利透过这款 App 找到现在的法籍男友。更奇妙的是，于先生推荐这款 App 给同样身为法国人的朋友 J， 他也是不久后就在上面找到现任的台籍女友。虽然上述所提及的异国情侣组合皆为台湾女生和法国男生的配对，不过我之前也在班上女同学的手机上看过她下载这款 App， 所有分享都来自我个人的数据库，提供给各位参考。看到这里，您是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了呢？我在这边再重述一次本集重点有3：第一，下载这款 App； 第二，注册后填写个人资料，并可以选择是否要回答问题；第三，可以开始认识其他的法国人了。相信您对这款 App 如何使用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您可能已经下载好了。我在这边先预祝您能很快地在上面找到理想的对象。当然，交友软体上有百种人，虽然这款 App 上面大多数是认真的使用者，但还是不可避免仍有不同心态交友的用户，请别浪费时间在和您价值观不同的人身上。最后再提醒您，若和网友约出来见面，也请一定注意安全，最好能约在公共场所。最后偷偷告诉您，若您和法籍伴侣有长期交往关系后想申请同居协议 BAX 的话，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为避免有商业合作嫌疑，
不会将这款 App 的所有连结放置于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请见谅。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按赞、分享。若你有任何疑问、心得或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Salut。